这 CES 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本以为是情人节最佳宅男礼物的锐龙7000X3D 系列 CPU 却宣布不会在情人节与大家见面了。同时，苏妈这边的 A 卡也是喜忧参半。虽然新驱动让功耗降了下来，但报修率依旧不低。那关于 AMD 目前更加详细的情况，还请随着给抢我来了解一下吧。AMD 自新卡发布以来就处于了哑火的状态，而目前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各位想先听哪一个呢？应该是坏消息吧。所以好消息是，目前在新驱动的加持下，7900XT 和7900XT 的功耗过高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在12月的 22.12.2 驱动下，根据 Compute Base 的测试，正常模式下看视频的话，在驱动程序发布之前，XT 和XT 的功耗分别为71和81瓦，新驱动下则分别降至了46瓦和54瓦。不过和上代6000系以及40系相比的话，这个功耗还是很奇葩。而两张卡在《动物永恒》游戏中，如果不限制帧数，那么功耗前后几乎还是一样的。但当限制在144帧之后，1440p 分辨率下，则从226瓦、248瓦降至了169瓦、158瓦，最多减少了90瓦。不过在最新的 23.1.1 驱动中，则没有什么变化。AMD 的传统机械驱动应该还需要些时日。能相比的话，1440p 算是已经达到了该有的水平，可是，在 4K 分辨率下，还是需要继续优化。当然，还有坏消息。那就是1周前 AMD GPU 业务高级副总裁在 PC World 的采访中自信地说，7900显卡出现问题的原因他们已经找到了，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 AMD 都会帮助玩家修复这些问题卡，希望玩家们对 AMD 的产品可以充满信心。可是根据 Agus Lab 在消费者、AMD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报告显示，目前的显卡退款授权案例已经达到了9%到11%，甚至连各大媒体都在报修。根据德国 AMD 服务中心的反馈来看，目前 AMD 无法为玩家更换显卡，因为没有库存，玩家只能等待库存补货，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补货。这买上显卡还是个期货，属实难顶。目前来看，最好的方案就是退款。不知道各位国内买到7900系列显卡的玩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呢？正所谓前有温度功耗风波，后有退款维修浪潮。苏妈这波赶紧挺住啊 ！AMD 最近 yes 不起来啊！除了显卡外，几天前 AMD 在 CES 上还宣布了采用 Sunny V-Cache 技术的锐龙7000X3D 系列 CPU， 并且在商品页面写上了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正式发售。本以为是所谓的最佳情人节礼物，但目前 AMD 已经出面表示 X3D 系列并不会在情人节亮相，目前发售日期还需要等后续官方公布。好家伙，员工想过情人节拿日期当战位服是吧？简单回顾一下7000X3D 系列的产品介绍，其作为第2代 V-Cache 系列的消费级产品，也就是具有堆叠缓存技术的锐龙 CPU， 相较于 Zen 3系列从一款 5800X3D 变成了 Zen 4的3款，分别是 R97950X3D、R9790X3D 和 R7780X3D。首先从7950X3D 开始，规格具有16核心32线程、144兆缓存，包含64兆 CCD、64兆 V-Cache 加16兆 L2，TDP 为120瓦，比非 3D 系列低了50瓦。额定基础频率是 4.2 赫兹，比7950X低了300兆赫兹，额定加速频率则为 5.7 赫兹。根据 Smart PPT 的数据啊，现在我都怕了。这7950X3D 在游戏和应用程序几种测试中与 i9-13900K 进行了比较，声称在 FHD 分辨率下，7950X3D 的游戏性能测试高出了 24%， 在应用程序性能中提升高达 52%。希望跳票之后可以说到做到吧。不过最搞笑的是，这 R97950X3D 的 PPT 竟然写成了 R7，是不是给自己留个后路？如果性能没有达标的话，就说 PPT 做错了。你看我 CPU 名字都写错了，那性能也很有可能是打错的啦。第二个是 R97900X3D， 12核心24线程，也是双 CCD 配置，共有140兆缓存，包含了64兆 CCD、64兆 V-Cache 和12兆的 L2。额定基础频率为 4.47 赫兹，比非 3D 型号少了200兆赫兹，加速频率在 5.67 赫兹。CPU 的额定 TDP 也为120瓦。最后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R7780X3D， 拥有8核16线程和104兆的缓存，32兆 CCD、64兆 V-Cache 加8兆的 L2， 算是3款中游戏玩家的理想选择。该有基础频率4 赫兹，比7700X低了500兆赫兹，而加速频率为 5.07 赫兹，比7700X低了400兆赫兹。相较于 580X3D， AMD 宣称 780X3D 性能提高了 30%，但愿如此吧。
同时 AMD 在 R9 X3D 上的 3D V-Cache 都是将 SRAM 缓存放在了单个 CCD 而不是2个 CCD 上，这样的话 AMD 就会通过单个 CCD 最大限度的提高游戏性能，同时保留了辅助芯片，以从更高的频率中受益。说人话就是单线程游戏性能和多线程应用程序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点，但主要还是看最终的实测和售价能否讨得广大玩家们的芳心了。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记得关注超级课，我是给强，我们下期再见。